学们，大家好。我们在上一节中讲述了景同气液两相管流的基本概念和流行。接下来，我们将学习两相管流的相关特性参数以及流行的判别方法。我们知道，垂直景同中气液两相管流的典型流行包括纯单向液流、泡流、断筛流、过渡流和环物流。不同的流行所表现出的气液流动特性参数是变化的，这是因为地层产出的气液混合物从井底到井口的流动过程中，流体的状态参数及温度和压力是逐渐降低的。溶解在原油中的天然气随压力、温度降低会不断的析出，气体会不断的膨胀。具体描述气液两相流动的特性参数有哪些呢？下面我们以气液两相上升流动的泡流流行为例来进行说明。如图所示，景同中某单元管段的流行为泡流，单元管段的平均温度和平均压力分别为 T 和 P， 流入单元的管段液体体积流量为 QL， 气体的体积流量为 QG。 由于单元管段内气象的密度明显小于液线的密度，由于浮力的作用，使得气泡的流动速度会快于液相。这种由于相间密度差异导致的气象超越液相而上升的现象叫滑脱现象。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重要概念。其实滑脱现象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比如刚打开的汽水或啤酒，瓶盖打开后，瓶内压力降低，溶解在液体中的二氧化碳移出，形成气泡。由于滑脱现象，使得气泡相对于液相快速上升。假设在单元管段内气液均匀分布，没有滑脱现象存在，也就是说气泡的上行速度和液体上行速度一样。如果我们把管段任意截面的总面积设为 a， 此时气液所占的面积分别为 Ag 一撇 Al 一撇，则气液面积之和等于管段截面积，如图所示。但是滑脱现象是实际存在的，气泡速度大于液相速度，相比无滑脱而言，会有一部分气泡跑掉了，跑掉气泡所占据的体积由周围的液体来填充。如图所示，相当于原来单元截面中气象所占的面积减小至 Ag， 液相所占的面积增加到 Al， 或者说在同一时刻，由于滑脱现象，从本单元跑掉的气泡体积大于从下部高压单元因滑脱补充进来的气泡体积。换句话说，滑脱现象的存在会导致单元管段截面的液相面积增加，混合物的密度上升，导致举升过程能量损失增加。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泡流情况下滑脱损失严重的原因。第二个重要概念是气液混合物密度。如果单元管段的长度为 ΔL， 那么单元管段的气液混合物密度 ρm 定义为单元管段中气液两相的质量与管段体积之比，其表达式为公式中 ρl 和 ρg 分别表示液体和气体的密度， Al 乘以 ρl 再乘以 ΔL 表示单元管段液相质量， Ag 乘以 ρg 乘以 ΔL 表示单元管段气象质量。 Hl 和 Hg 分别表示单元管段的磁液率、磁气率或空穴率。这里磁液率和空穴率是两相管流的
第3个重要概念。什么是磁液率呢？磁液率表示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单元管段中液相所占的体积与单元管段总体积之比，其表达式为磁气率或空穴率，则表示单元管段中气相所占的体积与单元管段总体积之比，其表达式为。因此，磁液率和磁气率是无因次参数，两者是互为1的关系，即 HL 加上 Hg 等于1。接下来我们要阐述的第4个重要概念是气相和液相的真实速度。气相和液相的真实速度 Vg 和 Vl 是表示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单元管段气相和液相的体积流量与气液各自所占的流动面积之比，其表达式为。第5个重要概念是气相和液相的表观速度 Vsg 和 Vsl。气相和液相表观速度表示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单元管段气相和液相的体积流量与单元管段的总截面积之比，其表达式为。很明显，气液两相流情况下，某项的表观速度一定是小于该项的真实速度的，即有下面的公式。第6个概念是混合物的速度或两项速度 Vm。我们把气液混合物总的体积流量与管段总的截面积之比称为气液混合物速度，我们把它叫 mixture velocity 或者两项速度 two-phase velocity， 其表达式为。大家注意，混合物速度和表观速度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理想的速度，引入这些参数是为了方便两项管流的相关计算和数据处理。第7个重要概念是滑脱速度 slip velocity， 滑脱速度 Vs 表示气相和液相真实速度之差，也就是气相和液相的相对速度，其与表观速度的关系可以通过公式转换得到，可表达为如下公式。在理想的无滑脱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气液之间没有相对速度，因此气相速度和液相速度以及气液混合物速度都是相等的，因此有下面的等式。在无滑脱情况下，常常用到2个重要参数，即无滑脱磁液率和无滑脱的混合物密度。无滑脱的磁液率表示单元管段中液相体积流量与管段气液总体积流量之比，也称为体积含液率，表达为 lambda L， 其计算公式为。无滑脱的混合物密度可表示为 lambda ns， 计算公式为。存在滑脱时，我们可以用气液混合物密度与无滑脱气液混合物密度之差表示单位管段的滑脱损失，即有滑脱存在时，磁液率大于无滑脱磁液率，即 HL 大于 λL， 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表达为。上面我们所讲的两项管流的特性参数是研究和计算两项管流必须要掌握的基本概念。对于油气井生产来讲，我们研究气液两项管流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气液混合物在井筒和管道中的流动规律和压力损失，为优化油气井生产系统奠定基础。我们知道气液混合物在井筒流动过程中会呈现出不同的流态，上面所讲的特性参数在不同的流态下的数值大小和计算方法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要弄清楚井筒中的压力损失，就必须要先弄清楚气液两项管流的
流行转换条件以及判别方法。由于切两项流非常复杂，很多学者通过实验和理论相结合的方法，绘制出了典型的流行图，并且提出了流行转换的判别条件。下表列出了在石油行业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垂直向上流的流行研究成果。第一张是1963年 Johnson Rose 绘制的流行图。第二张是1967年 Aziz 绘制的流行图。第三张是1969年 Hewlett and Roberts 绘制的流行图。第四张是1980年 Title 绘制的流行图。第五张是1994年 Ansari 绘制的流行图。第六张是1998年 Hansen Cable 绘制的流行图。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实验采用的流体介质除了 Dance and Rose 以外，都是用空气和水来模拟切两项管流的。不同点是，不同的学者的实验条件和切流量的范围是不同的，相应的，不同学者给出的流行之间的转换条件也不同。同学们可以在课程提供的参考文献中做进一步的了解。下面我们重点介绍 Johnson Rose 流行图。1963年，荷兰学者 Johnson Rose 采用管径80毫米、粘度4毫帕秒的煤油，进行了空气和煤油的切两项管流实验。通过在实验装置的入口处调节不同的切流量，用观察和仪器测量的方式记录管段切流量、压力和流态。假设第一点是在气流量大、液流量小的情况下进行测试的，计算出横坐标的坐标值，标记出相应的流态，然后固定液流量，逐渐降低气流量，再标记出相应的流态变化。通过大量实验以后， Johnson Rose 就获得了如下的流行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流态之间具有明显的界限，绘制出流态之间的分界线，其界限方程就是流态之间的转换条件。图中横坐标为无因次气象速度数 NGV， 公式表达式如下。它与气象表观速度、液相密度和界面张力有关。纵坐标为无因次液相速度数 NLV， 其公式表达式为。它与液相表观速度、液相密度和界面张力有关。图中 LB 线代表泡流或断筛流的流行转换界限，其界限方程为 LB 等于 L1 加上 L2 乘以 NLV。式中 L1 和 L2 表示与无因次管径数有关的系数。界限方程表达的意思是说，当单元管段实际的无因次气体速度数小于 L1 加上 L2 再乘以 NLV 时，则单元管段中的流态为泡流。公式中无因次管径数 ND 的表达式为 L1 和 L2 与无因次管径数的关系图为。这样，我们可以根据管径、流体密度和界面张力计算出无因次管径数，查图就可以计算出 L1 和 L2。由于需要查图比较不方便，实际上早在1961年，麻省理工的格里菲斯和华里斯就对泡流和断筛流相互转换的界限方程进行了研究。其模型更简单方便，表示为下面的公式，即界限 LB 可以根据切混合物的速度直接计算出来。若计算得到的 LB 小于 1.3， 则让其等于 1.3。如果单元管段的气象体积流量
与企业总的体积流量之比小于或等于 LB， 则为泡流。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图中界限 LS 和 LM 的界限方程的确定。当时 Rose 根据大量的实验数据，给出了 LM 和 LS 的方程如下。综合上述界限方程，根据单元管段的无因次气象速度数的大小来确定流行。也就是说，当 NGV 小于 LB， 泡流；当 NGV 介于 LB 与 LS 之间，则为断塞流；当 NGV 介于 LS 与 LM 之间，则为过渡流；当 NGV 大于 LM， 则为环物流。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掌握了气液混合物在井筒中流动的重要特征参数及其物理含义，也学习了利用特征参数相关计算来判别井筒中流行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在给定的井深条件和一定的产量条件下，切两相管流井筒压力损失的计算方法。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节的学习。